今天我们要来分享我们这次暑假从德国来回台北的一个心路历程。应该说，我们要先来分享为什么我们这次回台湾是从德国的法兰克福飞。对，我们在去年11月中的时候开始看今年暑假开始7月初的机票，然后那时候就发现 Schiphol 飞台湾已经开始涨价了，大人大概1200。对，然后就有听说，那从德国的法兰克福飞会比较便宜，那一查价位是900，大人是900。对，光这一个大人的价差就300。然后小朋友的机票大概就是8折左右，也是差300欧，所以全家大概就差1200。算这差距蛮惊人的。那我们就想说，那就试试看从法兰克福飞。他们起飞的时间都是差不多，都是11点多。那我们家的习惯会是前一天晚上就会先住在机场附近，以免当天太赶，所以住宿费一定会有。再来就是怎么到那个机场。那其实怎么到机场的，我觉得关键的因素在怎么回来。对，因为到机场我们行李不多，都好解决。问题是怎么回来？因为我回来可以想象，就是行李会带比较多，就会努力的带回来啦。对，怎么样带回来就变成我们的首要考量。那如果是 Schiphol 飞的话，在以往我们可能就是包车回来，大概是200欧。对，就是我们前一支有一支影片有做到。对，那从法兰克福回来的话，包车我那时候查，我记得蛮贵的，好像300-400之类，就是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就那时候就决定自己开车把它运回来。那就表示我必须把车子去的时候就把车子开。对，你要考虑到如果车子停在机场的费用，对不对？对，那在法兰克福停1个月，我们的费用大概是200欧左右，对，是还可以接受范围。那个停车场不是那个机场正下方的，要做接驳，要做对，比较边的一点的停车场，这大概最大的差别，当然其实也是一个考量。还有你的车程到 Schiphol 但只要1.5个小时，但到法兰克福的话，单程4个小时，对。所以其实是也蛮累的，但金钱考量之下，我们还是选择了这次试试看法兰克福飞。对，连人带行李一起回来。那现在问题就是行李要怎么塞进车子可以最大化？那对我们来说其实都是第一次。接着我们会分享一下我们这过程的影片，请看。抵达法兰克福机场附近的饭店，这饭店 CP 值蛮高的，93.93，4人房，蛮大。它的停车是免费的，停车是免费的。好像今天人比较少，所以他停车就不用钱。是本来就免费吗？好像是平面本来就免费，然后 B1 本来要9块。住宿步行可及的距离就有台湾人最爱买的 DM 药妆店，所以买完隔天去搭机刚刚好。你要拍一个伴手礼的，拍一个。然后用一个伴手礼。停好车，现在要准备去搭公车回去Terminal 2。
到 Terminal 2好像没有比较方便接驳，只能搭公车。好，然后赶去搭公车。然后走路进去法兰克福机场，人行道看起来空荡荡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走。然后刚那个公车也不知道怎么买票。刚本来要付钱，然后司机旁边的乘客跟我说不用去坐下，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用钱呢，还是没有人会查票。然后车上也没有明显的感应装置，大家也就直接走上来，有可能大家都在线上买，不知道。我们刚先自助 check in， 然后再自助托运行李。然后自助 check in 的时候呢，第一次我们选的是中文的界面，结果最后一步没有选项，出来就是登机证。然后后来再 check in 一次选英文版本，它就多一个选项是可以印行李牌跟登机证的选项。所以我怀疑是选中文界面会没有办法印出托运的 tag。刚挂完行李以后就先过了海关，就先过了关口，在我正后方。然后进来就是免税店，所以我们根本就没过安全检查、行李检查。对，等一下看看。但这机场相对有效率多了。你看，check in完马上就是那个海关，超近的，而且它的 gate 是分散在各个登机口。我觉得这样真的有效率。对啊。过安检以后唯一的商店，然后厕所也是温水，不能喝。这瓶刚看5.751公升，光卖这个水就赚爆。那注意，它这个跟荷兰是不一样，荷兰是红色是气泡水，这个是反过来，蓝色才是气泡水，红色是一般水。然后这里有一个押金的金额，就是等下买完以后，这个瓶子可以直接拿来这个商店，再把押金退回来。法兰克福机场，然后现在拿行李推车，看起来是要钱的，研究一下。一个大人推一台大车，一个小朋友推一个大行李箱。搭上了一个写 Holiday Parking 的公车，我不记得它有接驳车才对。果然搭错了，那个是去 Holiday Parking 南边的。还有一上车看一下那个字，感觉怪怪的，我应该是要去北边。它这个一载就变超远的，那现在看怎么过去。有点尴尬，走过去20分钟，等公车13分钟。等公车不确定性又很大，所以我想说干脆走过去算了，1.5公里，算了走过去啊，比较把握。走了10几分钟，快到了。待会希望不要什么电瓶没电，冲鸟市。耶，看到我车。好，先看一圈，看起来稳稳当当，是灰尘有一点多。Yes， 有电。有电就放心一大半了。待会要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要把我们带回来的8箱行李加一个登机箱、一个行李袋、背包塞进这个不大的车子里面，就待会看看崩溃猫怎么表现，这是他的专长。好，那我现在准备开车去机场下面的停车场接他们，然后在那个停车场才可以把东西给安顿好，因为那个 Kiss and Ride 那也是不能久停的，所以我要停在机场下面的停车场。
您已到达目的地。就是有310，我们看，我先确定真的有位置再抽票。现在时间8点35，我就是那种空位很大的，我才可以装行李。316会出来，会刚好是大厅。前座现在尽量塞，确定不会挡到后照镜。然后后车厢也是安全带。然后后座也塞得满满的，坐3个人。然后后车厢竭尽所能放了3个29寸行李箱，因为上面这2个29寸行李箱，那我可以横的并排，然后后面就放满。那装载最困难的行李，拉到哦，可以吗？肋骨。好，很快的我们又回来了，耶！我们已经回到荷兰了。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一次法兰克福来回台湾的一个感想。如果再一次，你会从法兰克福飞吗？如果价差这么大的话，可以啊。会，因为辛苦的是你，我觉得开车人比较辛苦回程的时候。对啊，但3-4个小时大概就台北到台南还可以。可是因为你搭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回来啊，接着又开车，对啊，你应该是你的心得比较值得大家参考。我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累啊，可是这个看人啊，我是回到家才很累。我觉得装载行李的过程比想象中的顺利，因为老实说，我们其实没有很确定有没有一个空间可以给我们那边慢慢堆行李上去。对，要是每台车都停得很密，对，那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带那么多行李回来，我们并没有很有把握，它到底能不能塞进去。然后有量测啊。那个就是很粗浅的量测，我们没有办法量到说有没有小朋友们还要抱一个行李，那他可不可以接受沿路就这样抱着？崩会带他去之前呢，大概不下4-5次的量一下车子内的大小，然后车子内目测的宽度，然后它可跟那个邮局纸箱，还有那种很像夜市的那种购物袋，对的大小，然后一直在想象着我们到底可不可以把东西全部塞进来。最后的关键是因为你去坐后座。对，因为我在回来前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在估算的时候都是我坐在前座的情况之下，然后后来突然觉得，那不然我跟双宝坐在后面，前面应该可以放下比较多东西。对啊，只是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说你要坐后面可以撑那么久。你说3-4个小时？对啊，我觉得还行啊，因为它可以快咖，反而更轻松。如果你是确定要回去的话，当然是好像听说是越早订是越好。我觉得一个如果就是低于1000就买了。还是有没有什么华航或是什么 Skyscanner 什么的，谁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说，到底哪时买是会比较比较可以买到便宜的机票？你要买最便宜。对啊，大家都想回去一下，不用最便宜啦，我觉得普遍便宜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们就请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拜拜，拜拜。